人肯定不行。消化道出血，有便血、呕血，全部都表现出来了。就说他这个蛇不是一般蛇。男子试图用剧毒蝰蛇泡酒，结果刚要装进去时，毒蛇突然窜出，并反咬了男子一口。而当他被送往医院时，医生却无奈摇头，直言此人没救了。据了解，被咬伤的男子名叫小叶，他刚刚被送往医院时，瞳孔已经逐渐散大。当医生得知小叶是被毒蛇咬伤的，便立即问询其家人，到底是怎样的一条毒蛇。而家人也是含糊不清，思索半天后，便声称咬伤小叶的毒蛇是一条蝮蛇。医生听到这里舒了一口气，好在医院有蝮蛇的抗毒血清，但蝮蛇也分很多种类，需要清楚具体是哪条蝮蛇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可小叶家人纷纷大眼瞪小眼，说不出具体是哪条蛇种。我说你这个确定是蝮蛇吗？因为不同的蛇呀，我们用不同的治疗方法。然后他一看我这么问，有点不太确信了。然后我说你最好把蛇拿过来。为了挽救小叶的生命，医生便让其家人赶紧将那条咬人的毒蛇拿过来。然而家人前脚刚离开医院，小叶后脚就开始犯了毒症，不断口吐鲜血，全身的体温逐渐冰冷。医生见状大惊失色，如果小叶是被蝮蛇咬伤，根本不会出现吐血情况。显然咬伤小叶的毒蛇根本不是其家人所说的蝮蛇，因为蝮蛇根本不会引发吐血症状。就在这时，其家人带着毒蛇来到了医院。医生看见袋子里的蛇后，惊恐万分，这哪是蝮蛇，分明是带有剧毒的蝰蛇，其毒性比眼镜王蛇还要猛烈，致死率高达90%。目前小叶的身体状态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。消化道出血，有便血、呕血，后来心力衰竭、肝功能衰竭，全部都表现出来了。最主要的是，医院根本没有对应的抗毒血清。随后院方又联系了当地各大医院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对应血清。走投无路下，院方只好求助媒体。而随着媒体的流传和报道，一名自称是武夷山养蛇人的男子联系上了医院，他表示自己有一种偏方能够治疗蝰蛇的蛇毒。医生闻言立即邀请他火速赶到医院。同时，另一个好消息也接踵而来。南京的一家医院表示，他们手里有蝰蛇的抗毒血清，已经派人快马扬鞭地向医院赶来。被送往医院时，已经濒临死亡。医生在等待抗毒血清期间，对小叶进行了换血手术，以此来稀释毒液，勉强维持着生命体征。只要小叶能扛到抗毒血清的到来，那么医生就能把他从鬼门关里拉回来。可当抗毒血清送到医院时，医生却傻了眼。那么他这个血清呢，跟我们那个一模一样的，生产厂家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辐射血清。那么这个辐射血清我这里已经用过了，这个血清他们已经使用过，对蝰蛇的剧毒没有半点作用。事已至此，重新寻找血清已经来不及了。眼下医生只好寄希望于那名武夷山的养蛇人，但他所说能治疗蝰蛇剧毒的秘方，在医生看来也并不靠谱，因为这些瓶瓶罐罐都是三无产品，瓶子里所装的也是一些白色粉末。按规定来讲，这种没有进行过安全认证的药物，医院是不能使用的。如果出了事，那么主治医生轻则开除，重则判刑。但这种秘方却是眼下唯一的希望。主治医生决定赌上职业生涯，也要死马当活马医。毕竟年纪轻啊，就是说哪怕就是说以后你再来告我，再来怎么样，只要能把你救过来，这些风险我冒也就冒了，就是。但结果却非常遗憾，这种秘方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最终小叶还是因器官衰竭严重不治身亡了。对此，小编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轻易招惹蛇类，看见它们后也要即刻远离。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